大先生，疯狂动物城里的教父，以其小小的身体、大大的地位，让动物城中的居民们谈大变色，也成为了荧幕外观众们非常喜欢的角色。这样的人气角色，自然少不了在《疯狂动物城2》中的精彩表现。为了预热，迪士尼联手咱们上美影，专门做了一系列宣传短片，而大先生就独占了一集，还是用毛毡定格来制作的。这次我特意飞到青岛，带大家看看毛毡版大先生是怎么做出来的。话不多说 ，Go Go Go！Hello， 你好，你好，请进。Hello。Hello B 站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吴文聪，也是咱们这支影片的导演。我们的工作室呢是一个定格工作室，之前也做了很多各种各样材质的定格动画，也有一些其他的水墨方面的一些尝试吧。在各种的材质的方面，我们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这次的我们的创作呢，采用了毛毡的制作方式，然后场景呢也是用了毛毡。这个在之前有一些没有触及到的细节，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突破的。您对大先生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大先生，侠骨柔情，看起来非常的冷酷，但其实又有一个很温柔的心，然后很爱家庭。我觉得他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角色。谁还没为《疯狂动物城》里的教父级角色大先生疯狂心动过呢？更不用说毛毡的大先生了。毛茸茸的取经实在是太适合用毛毡玩偶来展现其可爱和动物特色。不同于市面上的小毛毡，在断暗号中的偶角色们，那都是 staff 们亲手一点点戳出来的。光是做偶的工具就摆满了一整墙，更是有很多让人完全想不到会用在动画制作上的新奇道具。因为我们做人偶的话，首先要做骨架嘛，骨架的话里面大半都是铝丝来做，然后像这种来个弯折不同的角度啊，然后包括截断，像这种也可以截断，然后包括这种头稍微更尖一点的，就来截断铝丝来做骨架了。然后这边比较有意思的工具可能是像这种吧，这个其实是我买的牙科的这种工具，然后我们在做这个人偶道具之前，可能会拿粘土来做一些大概的小样，然后拿它们来修形。我们发现这个其实比一般的这种雕刻工具要好得多这是相对比较有意思的工具。这个其实是一个固定砂纸的一个工具，但这两头的话，这边就是一个砂纸，然后我们在磨的时候，如果只拿纸，是用手拿砂纸固定的话，其实不太方便。对，这边就是两边把它夹住了，然后这么去打磨的话会非常方便。这是一个木工的一个修边机，然后我们当有一些做的一些大场景的时候，就是需要用的木工道具，这个就是来做的。这个就是插上电之后，这边会转，然后把那个边儿把它修的各种可以打孔啊，或者把那个边儿修的比较圆滑。那这个就是比较粗一点的针，我拿给你们看一下。像它这个针的针头上其实是有一点那种小点点，这种它是个倒钩，然后呢，它那个扎的过程中会把这个毛毡它这个纤维之间就会扎得更密，然后让它连接在一起。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其实这是我们这次比较重点的一个工具了，因为这次我们做的这个是偏水墨感觉的一个动画嘛，所以说我们用到了大量的这个毛毡，然后毛毡那个偏水墨的感觉的话，就是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些毛毡放在上面。然后呢，拿这个东西，然后来把它刮得特别蓬松，然后它这样其实会更有一点水墨感的质感，晕染的感觉。对，晕染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另外这个就是包括我这边我只有黑色和白色嘛，然后我需要它有一个中间的灰色。那这样的话，我就是这个工具就是用来做混色的一个作用。你要把黑色和白色放在一起再刮。我这边出来的一些颜色就开始偏发灰了，然后再一遍再去刮。那我能来试一下吗？我感觉这个好好玩。当然。好，谢谢。像这样的话，慢慢的它这个白色和黑色就融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一个灰色。然后我们就是需要这个灰色做一个中间过渡的颜色，然后做出这个水墨晕染的感觉。实际上手体验后，只感觉真的好解呀。但刮了1分钟，我的手就开始酸了。一想到 staff 一刮就要刮半小时，怪不得做偶动画的 staff 们都这么臂膀结实，这不亚于做肌肉耐力训练了。影片制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因为是上美影嘛，我们要把老美影的一些制作的工艺，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美学的坚持，怎么跟《疯狂动物城》这一支大家都很喜欢的影片去做一个再创吧。然后在我们毛毡然后水墨的这么一个材质的加持，再用定格的方式，因为我们《疯狂动物城》是3维嘛，
综合把它体现，然后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些不一样的气质。不得不说，尚美影的质量还是刚刚有保证的。而为了做出来好质量的作品，制作过程也是精益求精的。光是这满满一桌子做偶的小道具，就看得人眼花缭乱啊！像这些零件的话，基本都是做骨架来用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这个螺丝、螺母，然后像这种球头，这都是做不同关节来用的啊。像这个球头，把它夹在这儿，然后这边用螺丝把它固定住。然后最后它这边就可以动了类似那个其实很多高达呀或者那种模型，它都是这种情况对。然后这是做那个关节之间连接的铜管。偶动画的偶在制作前期需要做哪些准备呢？工期多久呢？其实定格动画跟普通的这个动画的制作前期，它需要的流程是一样的，也是需要从剧本到美术设计，然后再到这个分镜头，一步一步的前期的工作需要做得很严谨。具体制作偶呢，可能大家看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外形已经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子，但其实我们做偶还是首先要画图纸，图纸除了美术设计以外，还要做一个制作图，制作图需要有非常精致的比例，就它的头的大小、手的大小，然后包括它骨架的大小。我们可能看到它是这么大，但可能骨架是它怎样才能支撑的，就是它这个偶整体可以站得住。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这骨架是不是我们可以去买到标准的骨架？但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定格制作是不能用标准骨架的。你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先生，他就是小胳膊小腿，然后脑袋比较大，然后比例就是同一支片子里面的骨架，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小伙伴要自己去组装，然后自己去根据它的比例去制作。骨架做完了以后，就是填充它的这个身体的部分，然后包括外面的这个它的毛毡，然后还有最后就是衣服，所有的做下来差不多2周到3周吧。毛毡偶是手工做的，衣服自然也不能买成品。每一个偶的衣服都是老师们精心打版后一件一件手工缝制出来的，还要匹配不同大小的偶做好几套材质的衣服。光是朱迪的就有3套，看着虽然小，但依旧非常精致的警徽。不得不感叹，想做个动画真的是费时又费力啊，更别说场景的制作了。这边就是刚才那边介绍过的那个建筑的材料，基础板它比较轻，然后密度比较密，然后也好塑形。基本上就是我们大型需要去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先去拿橡皮泥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然后再拿这个材料去做它的芯儿，就它的大体积是用这个东西来做，然后它比较好固定，然后大型塑好了以后再去往上面去戳包整。这是一个小山包，然后上面是扎的雪。完这个白色的扎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刚才咱们那边刷水墨那边刷的白色。那一般像这种扎要扎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合格的呢？因为我们这边是模仿它是一个积雪的感觉嘛，所以说就是你扎的如果太实，它其实是没有一个积雪的感觉的，还是要保留稍微有一点蓬松的感觉。所以说也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想要的效果吧，然后才来决定最后是怎么是一个相对完成的状态。场景看起来很接近真实啊，这种真实感是来自哪里呢？其实我们也是在尝试它这个虚实的一个边界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做动画的人他经常需要面临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定格的这一支它是需要真实的摄影机去拍摄的，所以它其实是在一个3维的环境里面去搭这个景。但是我们知道水墨画它有一些留白，然后包括它延伸出画外的这么一个特质，所以这个虚实之间需要我们用这个整体的山的造型感，然后包括它在这个画面里面的延伸感，然后还有它的层次感。其实在初期在实验的时候是有一些矛盾在的，因为水墨是3点透视，但我们要用摄影机去拍这个整个的3维的环境，它其实又是单点透视，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去做了一些加工，它不是一个纯写实，但是看起来又写实，因为它有立体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上的雪它是有块状的这个体积感的，但与此同时还是要有一些水墨的晕散开来的，然后包括留白的一些设计吧。现在有了场景，有了偶，就可以开始制作动画了。让我们听听舞蹈说如何来拍摄这支对暗号的吧。原创的角色灵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有什么参考对象吗？因为这一次的合作呢是迪士尼和尚美影，是还没构思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合作基础。选择大先生
这个北极取经作为我这次故事的这个主角呢，也是觉得他这个角色很有意思。然后首先它这个动物是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也是动物城里面最小的哺乳动物，但它又是一个非常能量非常大的一个角色，这是吸引我的地方。然后比较巧的是，这么一个稀有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渠鲸这个动物，其实在上美影的动画中也曾经出现过。它就是黑猫警长里面被黑猫警长误以为是老鼠的，其实他们是渠鲸一家。就随着我去找这些资料，然后突然想起来啊，小的时候好像是通过黑猫警长了解到还有这样子这么小的一只哺乳动物，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怎么样把它结合一下？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梦幻联动，上美影的小渠鲸和疯狂动物城的渠鲸能够在同一个作品里面同时出现？所以我们在故事里面设计到了它的中国生意伙伴的造型上，其实挺像我们上美影的这个黑猫警长里面出现过的渠鲸一家的。为什么选择面这个食物作为暗号呢？首先大先生这个角色他应该是在向教父在致敬，这个意大利的黑手党他们一定会吃意大利面。阳春面的选择，因为上海上美影我们要把这个地域性还是稍微设定在南方的区域，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阳春面。为什么会选择朱迪作为惊喜角色呢？首先朱迪其实是作为我们这一系列影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串场的角色，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先生他们在做一个神秘的交易，然后朱迪因为是警察，然后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压力也好，还制造一些悬念也好，造成了整个这个影片里面的一个矛盾的激发。如何看待毛毡质感融合东方美学的留白意境这句宣传语呢？因为之前我也我们也有做过一些其他的尝试，比如水墨定格。水墨的偶呢，我们是用这个米波罗，然后裱了宣纸，然后拿国画颜料去给它再画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呈现。美影厂的老师看到，然后觉得这个探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这也是一直以来这个上美影，就我们在前辈们在做动画的时候，每一支它都在用一些新的材质、新的方式去尝试。那我们作为年轻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也是需要有一些突破或者实验吧。所以我在想，那能不能用毛毡去做一个既有水墨质感，然后又能体现我们疯狂动物城里角色很可爱的小动物的这个毛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定格动画的制作需要哪些必不可少的技能呢？我们的这种偶动画包括定格动画，它其实结合的还是介于实拍和动画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既要有这个实拍的非常严谨的镜头语言，然后包括打光，同时也还是要有动画的天马行空的，然后非常有想象力的素质吧。所以我觉得定格动画最重要的还是理性跟感性的兼具。甩双节棍是怎么在定格动画中甩起来的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双节棍，然后就是它静止不动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造型。一旦它动起来，一个是要去拍它动，另一个就是我们会用到另一个这样子去转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匀速转，但是因为它是3个，所以看起来速度就会非常的快。素材是怎么后期合成的呢？有什么小技巧吗？说到合成，也是这支影片的一个难点吧。就众所周知，大先生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物种。我们在看角色比例图的时候，几乎都看不到大先生，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这个是确实是定格的一个难点。如果是做2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画得很大，但是在定格里面，我们不可能去做一个比真人大小的一个朱迪，然后我们也没法去动它。大家看到这个朱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比例，但真实的情况是朱迪会比大先生大非常多。那我们就用后期合成的方式去把它合成在一起。还有一些就是视错觉，我们的主角在前景，朱迪在远景，所以近大远小的这个视错觉也可以造成它一定的这个透视的比例的不一样，但它是不够的。那我们就需要去后期老师去合成。大家可以看到雪地上已经有一些就是朱迪放到的一些警示牌。我们在真实拍摄的时候，朱迪其实是拿的是我手里这个大小的警示牌去拍的。后期呢需要合成到大的景里面，这一点其实在后期合成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
就是后期我们采取的是前景、中景是去拍摄，然后远景搭绿幕抠像。我们都看到，其实毛毡包括这个角色身上和场景都有毛毛的这个毛绒的感觉，这个是很可爱的。但是在合成的时候需要去抠，对于我们后期老师就是一个非常掉头发的一个，而且定格动画因为它逐帧拍摄会抖动，这个抖动也是就是偶动画和定格动画拍摄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雪，我们要它很蓬松，然后又有一些毛毛的感觉，但是保留的这个度就是在后期上还是挺麻烦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挑战呢？挑战很多，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这次拍摄它要拍到一个长镜头，就是正反打的一个镜头，我们要拍到大先生，也要拍到这个他的中国生意伙伴，然后我们想要去挑战一个长镜头，所以它的拍摄的这个角度是容易穿帮的，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个镜头呢是做了一个大圆盘，然后不是转摄影机，而是去转整个的场景。正常的摄影它可以去丝滑的一镜到底，然后演员在这边演，但因为我们定格动画它是需要逐格，而且小演员们不能自己演，需要动作老师去一个一个去摆，那摄影机它不可能丝滑的一个一个去逐帧的去角度去拍，那我们的方式就是摄影机固定去转整个场景，也并不是我们首创哈，但是这一次拍摄这个镜头最后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最后有什么想对观看对暗号的观众们说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支影片，我也觉得用这种新的方式，然后用我们中国人的方式，然后中国美学的方式去再现大家很喜欢的《疯狂动物城》里面的这个角色，我也很荣幸，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种呈现。一天的探班之旅结束了，作为动画 Jump 深刻地感受到了制作一个偶动画真的不那么简单，而对暗号的小故事也让我期待起《疯狂动物城2》的故事了，到时候大家影院见啊！